漫画最爽的，我必须给到跨页，前面几十页甚至几百话的情绪，全都憋在这一页里，然后啪一下释放出来，那一瞬间的冲击力无可比拟。先说火影忍者佩恩毁灭木叶那章，这章就属于是视觉压迫，直接拉满。佩恩悬在空中，下面是整个木叶村，那一刻他不像一个普通反派，更像一个冷冰冰的审判者。而且岸本强就强在，他不是随便画一堆房子糊弄你，木叶的街区、屋顶、道路、建筑层次全都能撑住那个俯视镜头，你会感觉这个村子真的存在过。所以当他被神罗天征一口气掀掉的时候，冲击才够大。还有一拳超人里奇遇和波罗斯内战，宇宙飞船压在城市上空，波罗斯爆发，奇遇认真殴打，天空云层被全压撕开。这类跨页最爽的地方不是剧情多复杂，而是他把力量化成了肉眼可见的东西，不是角色说我很强，是云腾腾，是地面空气都在替他说奇遇真的很离谱。画这块村田雄介那真是这个。当然剑锋传奇也不遑多让，三浦健太郎的跨页就属于是看完会让人怀疑，老师你是真的不用睡觉吗？铠甲、怪物、建筑、尸山、黑暗、光影，每一块都细到离谱。但它最厉害的不是细，而是细节不会散。你看剑锋的大跨页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往角色身上压，那种史诗感不是我给你画个大场面，而是你能感到格斯活在一个又残酷又沉重的世界里。除此之外还有亚人。樱井画门的跨页很特别，他不是那种疯狂堆特效的类型，而是特别冷特别准，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把画面放大，什么时候该让人物和空间形成压迫。跨页最怕的不是不够大，而是大了之后没重点。亚人的厉害就在于他的大跨页很少让你迷路，人物在哪儿，危险在哪儿，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你都能一眼看明白。这种清醒的压迫感比乱七八糟的爆炸更难画，说到最后还是绕不开灌篮高手。沙防战最后樱木和流川枫那个击掌真的可以说是漫画跨页里的顶级手术了。这张猛在哪儿？他不是动作多夸张，不是背景多复杂，甚至两个人都没说什么，但你就是知道这下不只是击掌，这是两个死对头第一次真正承认彼此。你看完会发现原来安静也能这么炸。所以好的跨页到底是什么？不是作者突然想炫技，而是故事走到这里，普通分路已经装不下了。火影的木叶毁灭装的是一个时代被按下重置键，一拳超人的战斗跨页装的是突破天花板的力量感，剑锋的黑暗大场面装的是命运本身的重量，亚人的跨页装的是冷静到可怕的危机感，而灌篮高手的击掌装的是少年之间最别扭也最热血的认可。所以我一直觉得漫画跨页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会逼你停下来。平时看漫画我们是一格一格往下走，但真正顶级的跨页出来时，你不会急着翻过去，你会停2秒，甚至把手机给横过来，或者把书摊平一点，嘴上还要补一句我去，这种东西真能画出来啊。这就是跨页的意义，它不是单纯的大图，它是漫画家的暂停键，也是读者的心跳暂停键。有些画面你可能很多年后都忘了前后剧情，但你会记得那一页打开时的感觉，这就够了。因为能被记住的从来不是纸张大小，而是那一瞬间你真的被漫画打动了。